然后昨天那苹果发表了这个 M2 Pro 跟 M2 Max 的处理器，那还有在 Mac Mini 的机型，他们也首次加入 M2 跟 M2 Pro 的晶片。那本来我没有要录一支影片啦，因为想说这个是比较小的处理器的更新，可是很多观众还是一直私讯我，问我里面相关的一些配备怎么选择，或者我建不建议购买。那我先把最终的答案先讲到前面，我建议其实是可以购买的。你要怎么去配备？那我等一下再来讲。OK，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很多人会问说，苹果为什么没有在12月的时候发表，而是在1月？现在看这个处理器的效能其实在非常多个月前就已经流出来了。也是先前我们有讨论到，就是说，这样看起来好像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更新。那这可能是一个原因，这本身就不是一个非常大世代的更新嘛，所以也没有急着要在一定的时间点推出来，可能就还好。那没有在12月呢，也可能是因为当初产能就不足。我们可以看到 iPhone 先前的产能也是有点状况。那如果与其发生这么多这种状况的时候，他们宁可把销售比较好或是利润比较高的这一些产能放在 iPhone 上面，所以先去集中生产 iPhone， 然后事后再来处理这个电脑的部分，因为重点还是在它的处理器嘛。那其实有观众问到，为什么不是一个正式的发表会？那其实在过往的 Mac 也是一样 ，Intel 时代也是一样。如果不是一个很大的世代更新、大改款或设计改款，其实他们也不太会去放在一个发表会里面。那除非是刚好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要发表，他们一起放在一起。那至于3月的时候呢，是不是可能有更重要的产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先把这个时间点区分开来。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因为我们在期待的苹果眼镜很有可能很快就会先发表出来，因为这种跨时代的产品可能就是先发表，然后几个月之后再来上市。那我们就来期待3月或是6月会不会发表苹果眼镜。好，那我们首先先来看这个电脑的部分啦 ，MacBook Pro 还有 Mac Mini 那 MacBook Pro 的地方，他们有 M2 Pro 跟 M2 Max 的处理器。那 Mac Mini 呢，它有 M2 跟 M2 Pro。那我们先从 Mac Mini 开始来看。那这台我觉得首先 M2 的处理器就已经算是非常的够用。那这边你看它有 M2 Pro 可能真的有需要更高阶剪辑的，可以再去考虑到 M2 Pro 的这个部分。可是你看它起价也是39900。那在这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在这个 SSD 这个容量的地方，因为现在 M2 版本不管是 MacBook Pro 或是 Air， 他们在 SSD， 如果你选到是256GB 的话，它是用单片 SSD， 所以它实际上跑很多事情的处理速度会比先前 M1 还要慢。那当然在这次 Mac Mini 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一点，可我觉得以防万一啦。第一就是256可能也不太够用，那第二就是以防碰到那种可能它又是用一样的状况的情况下，就先从512开始选。那我们选进去之后呢，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统一记忆体。统一记忆体的话，我会建议啦，可能就是到16GB 会比较够一点，长期使用还是加到16。那如果你有一些影像需求的话，加到24我也是非常建议。这个储存装置的话，其实就看你自己，我也不觉得说512会不够。还有另一点，这个本来就不是一个移动型的电脑嘛，这个是一个桌机的情况。那这种时候你很有可能它也会外接上一些其他的硬碟。你用这种角度去看的话，其实外接硬碟会比苹果自己卖的还要便宜不少。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一定要花这个钱加上去，让它一下跳到5万多块？就觉得可能没有必要。好，那这个 10GB 的这个以太网路，这就看你办公室有没有这个需求了，因为一般人家里其实用不太到。那大致上就是4万多块，如果你用 M2 的这个一般比较基础的这个配备的建议。可是如果你比如说我刚讲了嘛，这个储存容量你从16啊、512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是3万块。那这个就看你这边怎么去选择。那我们再看重点，就是这个 M2 Pro 的部分。这个部分呢，我会认为，如果你真的有影片剪辑需求的人，就是说真的算是真的要进入这一行，或是正在学习这一行，有蛮大量影片剪辑需求，那我就会看你的影片剪辑的内容，大概它的格式是怎么样。因为我会觉得，如果你长期要剪到4K 的话，其实我会觉得 M2 Pro 不太够用，因为其实 M1 Max 都有一点紧绷的情况下 ，M2 Pro 要长期剪4K 的话，可能有一点紧绷。那也要看你平常出片量的速度，或是赶不赶的这个速度，因为有时候这个输出的速度差了30-40%，那你这个一天的案量一多堆叠下来的话，其实多出来的时间会蛮多的。好，那首先我们看它这个10核心的 CPU、16核心的 GPU 那还有这边就是12跟19。那这边的话，我觉得其实一般就算是影片剪辑，因为像我来讲啦，我输出影片或什么，它比较依赖是它里面的影像处理的引擎，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倒是还好。因为其实很多人在先前 M1 Pro 或者 M1 Max 版本去测试，这边的核心数差的数量，其实跟你在影片输出或是影片制作上面的速度不会有太大的差距，所以很有可能，如果你今天已经没有要买到 M1 Max， 那可能就是在这个价格的部分你有一些考量的话，那这个部分9000块或许可以先省下来，那你把这个钱放在这个统一记忆体的部分，我觉得会是蛮划算。因为如果你很多图层在堆叠的时候，那有时候做影像处理的人可能也会做一些 Photoshop 或是一些其他类型的影像处理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时候统一记忆体的增加会比较有感。那储存装置一样啦，
如果你有大量影片储存需求的话，说真的，可能加到4个 TB 或是8个 TB 都不太够用。那你看苹果这个 SSD 的价格非常的贵，这边你就斟酌，我觉得你可能去买外接的会划算很多。那不管是你要备份，或是有时候你可能这个影像要带到别的地方给客户去看的时候，你至少有一个外接一点，不用整台电脑再把它抠出来再带过去。那所以这个储存装置，我觉得影像剪辑人可以自己斟酌一下，或者自己去买会比较好。那如果是到你们办公室是说比较多人在里面啊，你们有这个1000GB 的以太网络的话，那这个再加上去，那3000块也不会太多。那如果用不到的话，虽然也只有3000块，那反正就省下来，也不用去加，可以去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好，那总共就是51900台币。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重点的部分，就是在它的 MacBook Pro。那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些这个选择上面的建议因为我觉得我在 M1 Max 的部分有一些地方有一点选错了。那14寸跟16寸，如果再给我选一次的话，其实这个也是非常的难。最大的差距可能就是在它的散热，还有它有一个强效模式。那强效模式我或许用不太到，可是我觉得散热的部分呢，我可以感觉到我这个14寸机体散热空间就比较小，所以会比较常听到它的风扇在转，或者有时候机体比较热一点。但同时，如果我想买到16寸，我会考量到我现在很多包包其实16寸的电脑都放不太下。那这边的话，这个颜色的选择，其实我先前很久以前在2016年有买过一台太空灰的 MacBook Pro， 那它非常会沾指纹，那手上有一些油印或什么非常非常的明显，不止在外壳，在里面这个轨迹板两边或是轨迹板本身都非常的明显，所以后来就再也没有买这太空灰的版本，就很帅，可是就是我手可能比较油，那这你可以再衡量。OK，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 M2 Pro 的版本。那其实一般人使用的话，是不是要用到 M2 Pro？ 我觉得都蛮值得去思考。可能 M2 就非常够你用了，或者你一般文书使用，搞不好 M1 就够你使用。那这种时候可能也不用看到这一台。但是如果你就是想要，比如说它的这些比较多孔啊，有记忆卡插槽啊，你觉得它整体配备的萤幕是比较好的，它是有一个升级的版本的话，那其实这个入门的版本16GB 记忆体512GB 的 SSD 也非常非常够你用，而且会超级够你用的。你也不用再去升级啊。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一般使用，想要买到一个比较高阶的电脑，然后用久点的话，其实也不用再去更改，这样就够你使用。OK， 那这个其实是可以选。那可是如果你要在进阶，如果真的是有影像剪辑这些需求的话，我就比较建议就跳到 M2 Max 的版本。那这边你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在这个14跟16寸这两个。如果你直接，比如说你今天要买是16寸好了，那你选到 M2 Max， 你会发现它在这个里面这个处理器的地方没有办法让你去调整，所以你就要从这个 M2 Pro 这边选进去，然后你可以在这边选到一个 M2 Max 比较入门的处理器的这个配备。这个处理器的配备你可以看到它的 CPU 的数量是一样，可它 GPU 的部分少了大概8个核心。这个如果我们从先前 M1 Max 的经验看上来的话，至少在我们影像剪辑需求这个部分其实真的还好，就很多人就是前后去对比啊，这个入门版的 M1 Max 跟进阶版的 M1 Max 在影像处理几乎99%的地方都看不出差异，所以真的要省钱的话，这个6000块也可以省下来。那你可以把这个钱可能补一点到这个统一记忆体的部分。可是这边就有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是真的很需要影像剪辑需求，很多图层在堆叠的话，那你搞不好需要96GB，那它就是逼你一定要加到这边加到最顶规的版本才能再加上去。那这样整个价格就到13万3。那里面的 SSD 的话，我现在是买的是2个 TB。那其实我觉得真的需求的话是可以再加上去，因为很多时候我不想再多带一个硬碟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去思考说，当时为什么没有咬一下多个18000到4个 TB？ 看你自己需求。如果你不介意去多带一个行动硬碟，或是其实现在 Thunderbolt 的硬碟也很便宜啦，就是真的要省的话，你给1个 TB， 然后再去配。另外，其实这个1万多块，你就可以再买一个外接的 SSD， 而且这个好处就是你电脑卖掉或什么的时候，那个东西还是在，不会随你到时候更新电脑的时候整个消失那这个就是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因为你这边加上去的这个钱，你到时候如果二手要卖的时候，绝对是拿不回来的。这个部分的增加其实能拿回来的非常少，所以如果给我再选一次，我可能就选到这个 M2 Max 的入门版本，64GB 的统一记忆体，4个 TB SSD， 这样对我而言应该就蛮足够使用。OK， 好，那大致上就这样。那很多观众会问我说，值不值得升级？我觉得看你从哪一个地方过来。如果你是手上还是 Intel 版本的话，我就觉得超级值得升级。那虽然说你感觉好像 M1 Max 到 M2 Max 感觉它的进步是还好，可是我跟你讲 M1 Max 这一台 MacBook Pro 是真的我近年来最满意的苹果产品，因为我现在真的是超级喜欢。那这个稳定性啊，还有它在影像处理效能上面真的帮我省下超多时间。所以如果你手上还是 Intel 版本的 Mac 的话，我是超级建议你直接升级。那尤其你又是用这个东西来赚钱的话，这个钱我觉得在你使用上的体验，在你接案的速度啊，我觉得会非常快可以补回来。因为我也使用过 Intel 的 Mac， 我能体会那种不便利性啊，那种风扇狂转，然后机体狂发热。那有时候我可能在外面，像可能在高铁上，或是说我在外面饭店的时候，有时候要剪
个片什么的时候，这完全可以去承担，而且它的电池可能在我剪2-3小时之后还有非常多的电量，就让你非常有信心的带着它去工作，而且真的让我工作上带来不少的便利。所以 Intel Mac 的人真的是，如果经济许可，或者你既然你的量数是可以承担这个价格的话，我超级建议你就直接升级。那如果你先前已经本身使用 M1 或是 M1 Pro、M1 Max 的，我就觉得其实还好，除非是你当初买那一台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做这一行，或是还是学生的时候，那现在可能真的进入这个领域，开始接案量变很大的时候，那如果你是从 M1 要跳到可能 M2 Pro、M2 Max 的话，我也觉得非常值得。可是如果你是 M1 Max 要跳到 M2 Max 的话，我就觉得其实还好。那就像我本身其实这次没有非常大的升级意愿，我觉得并不太能说 M2 Max 不够好，或许就是 M1 Max 已经太好了。OK， 好，那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欢迎在下面讨论。那我知道很多观众可能他做的行业是我没有做的，他们可能在写程式或什么，你还是可以在下面询问，有时候会有一些专业的观众来帮忙回答、帮忙分享。那大家可以在留言区讨论。OK， 好，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